没什么情况，这样下去非常危险。对，既然能确定苏医生还在这儿，就还有希望。我们要想办法采取别的营救方式。你是来救人的，找人的工作交给我们。走，安静，在里面。 小心一点，注意节奏变化。小心！慢走。哎呦，找到了，苏医生。先别说话，他在做手术，保持安静。拿梯子，准备下去营救。是。 睡着了，妈妈说他是大英雄。哥哥，墨西哥有座彩虹桥吧？桥？动画片里说有。啊，有一座特别漂亮的彩虹桥。好想亲眼去看看呀。洋洋，等有机会，哥哥带你去。好。一言为定。来。 你跟哥哥说句话，洋洋，不会的，你刚才好好的呢，洋洋，小心点，
求你了，求求你，求你了，求求你！瑶瑶，起来了，我终于回去，先记住，我不是说去在乎掉。他叫白瑶，他爹爹叫白柳，他爸爸是情人。他说他当然也想到这里，他洋洋呢？看见我女儿了吗？洋洋呢？我们看见你儿子了。儿子，他目前平安无事，所以等你快点好起来，给他喂奶。又晕过去了。找个骨科来，马上截肢。先不要截肢，我来介入取栓。虽然依旧无法避免截肢，但是起码能让截肢的位置下移，术后安装义肢的时候更简单一些，提高生存质量。如果从大腿切，膝关节和踝关节都需要安装义肢；如果介入取栓，只截到小腿，只需要踝关节一处安装义肢就行。大哥，就算你要做手术，那时候也没有机器啊。南阳镇就一家医院，你也看见了，被震塌了一大半。一般医院的放射科四周都是铅板，支撑力度很大，应该没塌。我们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胃肠机可以使用。行，那走吧。好。
苏叶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你看看周围的这些人，他们还在等着我们救。他们的家人也在期盼着他们回家。你振作一点。我们是为了救人才来到这里的，不能为了一个人的牺牲，而放弃救助其他人的生命。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。你们要去哪？去找魏长基。魏长基？你想要魏长基做解药曲传？血管介入比较冷门，你不知道很正常。所以我推断，本次地震震灾中，急性肾衰的伤员数量会非常的惊人，而曲栓造成的肾功能衰竭数量会减少，多注意一下就好。至于肾衰，倒是个选择题，截肢少10公分。还是术后多做10天透析，你选哪种？我肯定选前者，但是有个问题，即使找到了设备，也没有耗材啊。我相信，只要能把今天对付过去，明天一定会有的。没错，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小心点。哎，放车都在这儿。1、2、3，小事。看着没问题啊，但不知道能不能通电啊。找赵院长想想办法，通电试一试。要是能用的话，就把肢体坏死患者的取栓手术都做了。你确定在这种地方用胃肠镜做介入手术啊？我确定。那再有余震怎么办啊？抓紧时间，准备电源。没那么多余震。金主任，这里有前线医生留的病历。什么？南阳镇送来的这批患者6小时之前做了取栓手术？是的。患者皮肤上有一道坏死的压痕，但肿胀比预料中轻了许多，并且没有黑色坏死组织蔓延，只有前半脚掌彻底坏死，其他地方似乎都能保留下来。医生，要截肢吗？是啊，需要截一点，不过不用担心，只要截掉小半个脚掌就可以了。以后如果想装义肢呢，会很简单；如果不想装啊，只要走路慢一点，渐渐的习惯就好了啊。谢谢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是谁给你做的急救手术啊？山阳镇几个年轻的医生做的。支援南阳镇的应该是北达吧？不
不愧是北大呀！一会儿通知大家，在做手术之前啊，一定要按照编号疏读这些病例。好。哎呀，龚主任，辛苦了。你们辛苦，你们辛苦。接下来就又交给我们了。好的。哎呀，南阳镇的灾民虽然处理妥当了，但还有很多乡镇，我们在这儿随时待命啊，随时奔赴一线。龚主任你好，请允许我向你们表达诚挚的敬意啊。你这是啊？是这样，我们接收的3批从南阳镇转回来的患者啊，就是你们做的急救手术啊。不仅如此，你们还把每个患者的诊断、做过的治疗以及之后的建议啊，都写了下来。这个决策太有用了。是啊，这3批患者呀，无一死亡，全部存活。真好啊。只是这个可能不是我们做的。不是你们做的，那是谁呀？叫证人是海城。对，就是证人做的。啊。好，来，走，请吧。好。东源乡卫生院。听说前几年这家医院换了个院长，不断的加固医院。有人说他有病，有人说呢他是为了贪污基建款。现在看来，人家是开了天眼了。哪儿听说的呀？送咱们来的司机啊，你还是不累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介入手术室在哪里？上2楼，走廊右手边。走吧，走。谢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证人，你们也来了？哦，苏云，我们从南阳镇过来的，看看这边的介入手术室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哦，太好了！我们这儿有2间介入室，一间呢是本地的刘主任在做手术，另外一间还空着，你们可以随时使用。患者多不多？他指的是骨盆骨折，适合做介入的患者。多，刘主任根本做不过来，大部分呢都运去了河西。在分诊时和前面的医生说一声，如果有重度骨盆骨折的患者留下来，我们全部都可以做。我们这只有2台 DSA 啊，不需要。那我调给你。好。哎，怎么样？你们刚刚到，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会儿？没事，我们洗个澡就行。水很浑啊，洗澡是洗不成了。没事，水浑也能洗，他个人喜欢。那行，盥洗间等那儿呢。行，那我把伤员列表和挑病情危重的给你们做，好吧？好，谢谢谢总啊。别叫我谢总，叫我宁叔就行。哎，我这岁数叫他叔合适吗？没什么不合适的。哎，你觉得呢？无聊。无聊。哎，运哥，我怎么觉得今天林渊状态不太好呢？心事重，是吧？古柏，你认识那谢总啊？怎么没听提过呀？这水行不行啊？嚯，真够浑的，悠着点洗啊。哎，真不容易啊，终于可以看清造影画面了。等我的手术，你给我做助手。我给你做助手 ？No， 本人的手已经华丽回归了。那都辛苦了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介入科刘志之刘主任，证人苏云。哦，林渊，阿司匹林的林，深渊的渊。哎，你们好。贺贤，我们的麻醉医生。你们好，感谢你们来东源乡支援。我们这有大量骨盆骨折的患者，需要用介入手术来治疗。听说郑医生很厉害。
我来给你做助手吧。我是做循环介入手术的，对骨盆骨折的介入栓塞不是很熟。没关系，可以学习。那行，你们这台配齐了，我就自己发挥了。李云，跟我走。准备手术吧。好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出来吗？不是配台吗？我可不敢要一个这么心不在焉的遗嘱啊！怎么不反驳我了？这可不像平常的你啊！哈佛毕业，满欧实习。我以为是医学生可以达到的巅峰了。可是这次正在我发现自己原来这么没用，很没用。没有精密仪器，没有充足药品，剥离了所有社会身份和文明环境的加成后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但为什么证人可以？去北大攻克前列腺肌肉栓塞术时，证人领悟了一种特殊的介入技巧。你说证那个术士吗？你知道这个术士的关键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是湍流，一种看不见，也几乎感觉不到，但却真实存在于血液当中的湍流。只要能感觉到这个，就能更好地掌握脑死。所以，你掌握了吗？我没有，但是证人可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很沮丧。那你是怎么克服的？没有办法，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，所追求和所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。你喜欢医术，是想超越你爸，所以你拼命读书实习。你走的是一条常规的医生之路，而我呢，我就想做个最厉害的医生，所以一开始就朝着难度最高的小白鼠心脏移植去了。但你知道证人是怎么走过来的吗？怎么走？我查了他之前的简历，康灾救险，原葬原废。他的医术是在极端环境里成长起来的，所以今天他才能做得这么好。他领悟湍流会更快。极端环境啊！我们现在也在极端环境啊。我们也看到目标了。愣着干嘛？有了目标，大家一起追呗。
下一位。 20分钟，20分钟一台手术，郑医生，你太厉害了。原本以为这条腿保不住了，没想到我们郑医生真的做到了。对于医生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要使他人活下去的信念，这就是我们站在这里的意义。下一个，好。放心了。放心了，放心。这里不缺我了，我回隔壁继续。隔壁的手术间被占用了。哦，对对，你先歇一会儿，吃口饭。行。在线、造谣、赵玉轩、失色，这操作干脆利落。这些血管，在咱们那儿那就是崎岖无比的山路，可到了人家手里，那就是6车道的高速公路，随便狂飙了，太厉害了！27分32秒，太快了。老师，要不咱们先吃饭，饭都凉了。真亏有他们，要不然我们连热饭都吃不上。哎，是啊，哎，吃饭。 吃饭，今天做的可都是你最喜欢吃的，要多吃一点，听见没有？有酒吗？我想喝酒。等你身体彻底好了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。我就是想喝酒。年轻的时候，为了上台做手术，怕手抖不敢喝。 后来当了院长，责任重大，更不敢喝。再后来生了病，要治疗，还是不敢喝。现在好不容易手术成功了，但还要养身体，依然不能喝。胰头癌的最佳预后是5年，那就意味着这5年之内。 我一滴酒都不能沾。我不想这样活着了，不想了。先把饭吃了。我们离婚吧。什么？离婚吧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就当我像苏云那样想明白了，或者是当我死了吧。那海城呢？跟我没关系。你不但要跟我离婚，连海城也不要了。老婆，你现在头脑不清楚，我拒绝跟你交流。等你好了，我们两个再说。安离，我还经常做那个梦，那个16年前发生的意外。我一直在问自己，如果现在再发生那样的事情，
我会不会还像当年那样，为了保住海城而牺牲一切？答案依然是一贯，我会。可这次生了病，我害怕了。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救我，是放弃的手术刀，是我们无缘的孩子，还有我最好的朋友陈淼。我坚持不住。喂，袁律师，我的丈夫要跟我离婚，请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，尤其是海城医院。既然他不要海城，那我要。请帮我说服其他股东，让我接管海城。哎呦，霞姐，好不容易补个觉，能不能晚点收垃圾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云哥，吵着你了。哎呀，我这不是一会儿要去拿那个复查报告吗？想着赶紧把手里的活儿给做完了。复查？啊。哎，对了，上次复查怎么样啊？上次挺好的，希望这次也没事儿。要不都对不起人家常医生的一番苦心呢。走了啊。拜拜啊，霞姐。拜拜。这不巧了，邻居啊。你还喜欢养花呢？养的还挺不错的。谁稀罕呀？哎，对了，正好碰上了啊，把上次欠我那洗衣服钱还了吧？哎，500块呢，500。患者您好，还有一份报告被打印，请耐心等待。大早上起来就没饭吃，老公，去哪儿了？不做饭干嘛去了？对不起啊，老公，我这几天不太舒服，我上医院来复查了，早上出门急忘做了。你要不出去买点吃吧？好吧。买点吃不得花钱呢？怎么又咳嗽？感冒了吧？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让你多穿点衣服，好好休息，你就是不听。这病刚好又病，你觉得咱家过得太好了是不是？我没大事儿，我就是睡不好，有点拉肚子。睡不好拉肚子，我睡得好吗？你说说你啊，天天的除了病就是病啊，这家里头什么都指不上，我容易吗我啊？老公，现在连口热乎饭我想吃都吃不上。我复发了。什么？老公，我该怎么办呀？
老公，老公，喂。赶紧去那边拿药。堂堂介入科大主任，连500块都还不起啊！有病？什么？你有病？治好病再跟我说话。你居然敢嘲笑我有病！看吧，这就是嘲笑我有病的代价。边儿去！看来他也嫌弃你。哎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苏云。哎，苏云，哼，我可找到你了，我要投诉你。云哥，他一大早就跑来急诊找你，还不挂号？挂什么挂呀？啊，就是你们两个，把我忽悠到了什么风湿免疫科，我花了几千块钱要做检查，什么都没查出来。哎，大妈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什么眼神？你叫谁大妈呢？你们院长呢？我要投诉！大姐，大姐，哎，小姐姐，那个查不出病因是常有的事儿。啊呸！我儿子都上网查过了，腰间盘突出得看骨科。你让我上风湿免疫门诊，我能查出个什么？腰疼不疼？我这腰啊，这几年是越来越疼。疼痛有规律吗？啥叫规律啊？就是活动后越来越重，干活后疼痛会很剧烈。哎，是啊，我就拎几斤的菜，我到了家呢，我就感觉我这个屁股疼，典型的呀，腰间盘突出的症状呀。的确是。你看是吧？哎，这俩医生什么玩意儿啊？让我去看什么风湿？胸疼不疼？干嘛？耍流氓啊你！我怀疑你得了 CEPHO 综合症，是以滑膜炎、痤疮、脓包疮、骨肥厚骨髓炎为病症的综合体。一部分患者合并带状疱疹，就会出现胸部疼痛的症状。建议你去风湿免疫科拍个 PET CT 或者全身骨断层扫描，就可以确认。哼，你们不会是想联合起来再坑我花钱吧？你可以去别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，让他们按照这个查。行，如果不是，哼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，尤其是你，还有你。郑哥，他真有CEPHO综合症，你咋看出来的？脸部有痤疮，它的痤疮和寻常型不一样，也叫反常性痤疮、聚合性痤疮。50岁左右突然长青春痘，就要小心是不是这个病。云哥，所以你一早就发现了，才让他去的风湿免疫科。郑主任，那个把自家的患者往别家医院推，这个不太合适吧？身为医生，对患者的病情不坦言相告，明知病因却含糊其辞，继续诱导他花大量的钱在繁琐的筛查上。正是因为海城有你这样的医生，才需要别家医院来诊断这病。大量繁琐的筛查，那如果没有这些大量繁琐的筛查，你怎么能100%断定他就是 CEPHO综合症？患者投诉怎么办？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明确地告诉他，为什么要去风湿免疫科，为什么要做那些检查。那您觉得您刚才洋洋洒洒、乌拉哇啦你一大堆，患者能听明白吗？身为患者可以不明白，但作为医生，必须解释。等等，你是在教我做事了？当然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快点，快！哎，莹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霞姐要跳楼。跳楼？
76岁，酒后心绞痛。第二小60。您从这儿直走右转，穿过走廊就符合适啊。护士长走，护士长走，护士长走，护士长走。都打起精神来，不许在分诊台愣是打瞌睡。护士长签个字呗。你又在分诊台吃零食。哦，下次不敢了。喂，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室。好，我们已经做好精神准备了。好，哎呀，亲爱的，亏得你没走。第二小就是老人心绞痛。刘亚萍，你周扒皮呀？啊，我值班36个小时没睡觉了。再说，就没有别的值班大夫了？关几周的班，2台手术，还被家属给缠住了。你就当替他值个班呗。再说了，你不帮他，谁帮他？就忽悠我。什么情况啊？老人76岁，喝酒之后心绞痛。一大早就喝酒啊，大爷，来家属帮我一下，给您听听啊。心电图做了吗？在车上做过一个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跟车大夫谁呀？宋小杰大夫。人呢？他要跟车走了啊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在车上做的心电图，您看一下。血压多少120/80。还是先按心绞痛治吧。吸氧，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嚼服。如果疼得厉害，在静脉注射一些硝酸甘油，做个心肌酶，再做一个心电图。哦，好的。哎，大夫，这心电图我们都做过一次了，你这再做一次，这不相当于重复交费了吗？车上做的心电图到现在已经20多分钟了，这病人的病情变化是复杂的，尤其是心脏病。我怀疑你父亲啊，可能是心梗。啊？这不是表演抢救吗？行，歇会。哎，高大夫，我来吧。算了，咱谁也甭按，再按下去啊，这肋骨该压折了。这送来的也太晚了。小夏，你去把他家属叫来。哎，关大夫，这个心动过速的病人不咳嗽了。嗯。师傅，心电图做好。啊，苏丽啊，我以为你下夜班了呢。没有。一会儿你帮我到机场去接个人。血压下降70/40，心率150。我帮他怎么了？左心室下壁心梗了。左心室下，赶紧停用硝酸甘油。可是我还没给过药呢。在来医院以前有给他服过什么药吗？没有啊。啊，他刚刚吃了几片硝酸甘油。刚刚什么时候？就是等他来的时候。等。那你为什么不制止他呀？不是，我没看着他给他吃药啊，我看着我肯定拦着。不是，那你好，别吵，赶紧急救。大剂量多巴胺每小时5毫升泵入。多巴胺每小时5毫升泵入。继续使用阿地普酶。阿地普酶继续使用。阿地普酶继续使用。室颤了。除颤。在这儿，200+2。200+2，上面充电。充电完毕。都闪开。血压110/70，预计综合征，正常转动了。关大夫，您为什么让他咳嗽？刚才太忙了，顾不上，我就跟他约定好了，只要不咳嗽，不是严重了就是有所好转。你别担心啊，我帮你联系心内科病房，给你采用射频消融治疗。你还年轻，这个病啊，可以根治的啊。关大夫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没事。我刚才还奇怪呢，您为什么让我老咳嗽？没事。老师，太棒了，哎死！大夫，您倒是赶紧给我们抢救啊！
是，你们也看见了，刚才我们一直在抢救，我们真的是尽力抢救了，可是这人实在是救不过来。大夫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夫，他老婆孩子就在路上呢，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。你起来，好吧？你们得救他，你们得让家属看着咱们在救人呢。不是，你这样抢救有什么意义？你说是不是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大夫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我答应你，我马上救他，你起来好吗？充电完毕。心跳停了，起码呀，快！怎么回事？我爸他不是心绞痛吗？心绞痛不是正常吗？你解释一下吧。心绞痛可以服用硝酸甘油，心梗的病人必须要慎用。而你父亲得的是左心室下壁心梗，是不适合用这个药的。如果用了以后，会造成血压下降、心率过缓。更何况他还喝了酒。你怎么回事？你，我跟我爸吃药，你为什么不拦着我？你为什么不拦着我？我没看着我，为什么不拦着我？回来了。爸，你醒醒！来，你把家属请到外面休息。你冷静一点，跟我出去。怎么，你没事吧？差一点。您刚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本来想让你帮我到机场去接一个病人，算了，现在看你这个样，你忙完这个病人之后，好好睡一觉，啊？放心吧，这儿有我。注意观察啊。好。多悬呐！主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这人已经死了，可是家属要求继续抢救。别管了，小关，赶紧到机场去给我接一个病人去。哦，那这儿呢？亚平会处理的。院长本来叫我自己去，可是我马上要动一台手术。什么人呢？这么大动静？我也不清楚。快，来不及了。关老师，我跟您一块儿去吧。不，左大夫，你留下来当你的班啊。亚平，别慎着。好嘞，我知道。关大夫，要不然你给苏大夫打个电话吧。苏丽。哎，这不是下夜班了吗？没有，刚刚抢救了一个病人。是吗？喂，姐，你到哪儿了？你不是说9点以前到家的吗？现在都几点了？已经下午1点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下午要去大使馆签证？你知不知道咱妈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妈？好了，你别急。哎呀，我给王姐打电话，让她今天加班，回去看着咱妈。我马上就回去啊，在路上呢。患者叫周瑜，林区职工医院送来的，56岁，高空坠落伤，脑出血，先开颅手术，出血已控制，增强 CT 提示脑部异常强化，确诊为脑动脉瘤，已经手术。进来。张院啊，您找我？飞机落地了没有？还没消息呢，但是我派关继洲去的，这个人办事很稳妥的。那就好。你看看人家，出了事儿打飞的送来，还在咱们急救中心的 No.1亲自迎接。患者是张院长的朋友，
咱们骆主任怎么也得关照一下。要不说你是当主任的料，别瞎说了，人家骆主任在这个位置上做了15年了，得干得好好的。咱打赌，这次骆一和肯定从急救中心主任的位子上下来。来，1、2、3。患者周瑜目前生命体征比较平稳，请马上送到医院。是你做的开颅？是我。还行吗？辛苦了。哎，关大夫，我跟你们一起去第2附属医院。你？介绍一下，我叫汪小涵。救护车不是客车，添什么乱？大车行吗，康师傅？哎，你知道啊？请让让。哟，小何，何佳妮同学，麻烦你往里面让让，我要照看我的病人。下去。走吧。走了，康师傅。现如今这人啊，听到救护车警笛像没听见一样。康师傅，能绕个道吗？必须经过这个路口，快到了，大约还有2、3公里。2公里还是3公里啊？嘿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较劲呢？2、3公里，如果要不堵车的话，几分钟就到。你以为我开直升机呢？几分钟？说不好。康师傅，您可是急救车的司机，要分秒必争的，应该有准确估计行车时间的能力。从这儿到医院是2.3公里，如果不堵车的话，2分钟。护理约报什么时候交？啊，我都催100多遍了，可以找不自在是不是？那护理约报交一个有这么费劲吗？亚萍姐，下班前半个小时，马上。你们是不是上班犯困，拿我提神醒脑呢？那护理约报攥在手里边，能熬着吃啊，还是憋着喝呀？别还迟到，站那儿去！你手那玩意儿给我摘了。我刚交班忘了。忘了可还行。喂，我刘亚萍。哎，关大夫，到哪儿了？我这儿离医院很近了，可是我们现在的车速是0。什么意思？堵车啊！哎，苏儿，你再陪妈多待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到家了。现在几点了？哎呦，那我估计你今天……饿了吗？啊！等一会儿，苏儿，前面好像出事儿了。哪儿都撞上了吗？这不着火了呢吗？老公，救我！救我，老公！听见我说话吗？把门开开！小看不会出来，真的。
醒醒，听见我说话吗？喂，122吗？哎，机场高速新庄入口发生多车追尾事故，有货车、油罐车，还有校车，有人员伤亡，请派消防车和救护车，快，要快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！本市15号高速公路新庄入口辅路发生4车追尾事故，请附近救护车尽快与总台联络。关岳父，麻烦你们把他送到急诊。你干嘛呀？我去看看。开什么玩笑？这急救不是凑热闹，先把眼前的事做好。关大夫，眼前的事就是患者非常稳定，3-4个小时之内没问题。那边发生了严重车祸啊，这么密集的车流，恐怕会造成人员伤亡的。谢谢啊。部长，电话。喂。什么？没这业务，房子不卖。那你我住哪儿去？这都什么情况啊？现在这是。小刘，病人马上就到了，床位怎么样了？啊，21床，好不容易腾出来的。好的，护士长，指挥中心来电话，15号高速发生特大车祸，让我们准备接收伤员。婷婷，催一下派出所，维持组那个报非正常死亡，让他们出个尸检报告。好，知道了。小夏，通知所有人做好准备。好的，对了，骆梦云跟车出发。好，我们立刻出发。消防员同志，车里有个孕妇，身上扎了钢筋，赶快把她救出来。好，你是谁呀？2附属急诊的，急诊大夫苏丽。好，走。打！来，让一让，谢谢，让一让。好，来了，小心点。谢谢师傅，来帮我把钢筋，还有司机位置的人。宝贝儿，加油啊，别怕，加油。哎。慢点来，来，别动，大把手，慢点啊，看着后边这钢筋，别动。宝贝儿，加油，加油，很快就好了啊！来，走。赶紧用水往患者身上浇，降温冷却。在这里，别卡住了。来，电锯拿过来。注意减低水压啊！来，扶着孩子下车，快！小朋友们别害怕，跟着警察叔叔往这边走。来，接着口罩。哎，别害怕啊！来。